公元1661年，郑成功准备收复台湾，打跑盘踞宝岛台湾的荷兰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当时的荷兰人和郑成功的部队，谁更厉害呢？提起荷兰呢，作为一个资深的铁杆足球迷，我了解的那就是领军 AC 米兰的荷兰三剑客，比如说路德、古利特、范巴斯滕、里杰卡尔德，以及飞人克鲁伊夫、小飞侠罗本，还有克鲁伊维特、博格坎普等球星吧。可以说，他们基本上都是阿贾克斯工厂生产出来的拳头产品。但是，你说这个什么时候听说荷兰人打仗厉害了？哎，实话告诉你，就是郑成功这时候，荷兰人可以说是纵横四海。17世纪的上半叶是海上马车夫荷兰人最风光的时候，他们征战四海，全面开花，不仅将势力深入东南亚中国，还在1622年进入美洲，在哈德逊河河口建立了一个殖民据点，西阿姆斯特丹，这个位置也就是今天的纽约所在地。1623年呢，荷兰人又进入了巴西，抢占葡萄牙人的殖民地。葡萄牙在1640年脱离西班牙之后，直到1661年才把荷兰人呢赶出了巴西。1648年，西班牙终于认清现实，正式承认荷兰独立。同年呢，荷兰人把葡萄牙人在好望角一带的势力也清除了出去，因为这太妨碍他们去东方了。4年之后，他们在此建立了殖民地海角之城，音译过来就是开普敦。这样一来啊，从非洲到亚洲，再到美洲，都有荷兰人的殖民地啊。荷兰人的足迹是遍布世界各地，一时成为整个地球海洋的霸主。这么看，你说这个荷兰人厉不厉害吧？现在啊，郑成功面对的就是这个最强大时期的荷兰。接到驻台湾长官奎仪的求援之后啊，1660年7月，巴达维亚总督派范德兰率12艘船，共1453人前往大员增援。总督啊还指示，如果郑成功没有攻打大员，那咱们也不能白跑一趟，必须攻打澳门，咱们找回点损失。范德兰呢，抵达台湾后不久就要去打澳门，因为他认为这郑成功那不会打过来啊。于是啊，与大员的官员就发生了争执。为此啊，大员方面派使者到厦门会见郑成功，想一探虚实啊。使者带回一封郑成功的信，这个信呢是言辞恳切，否认即将攻台。大员方面的官员表示这不能信。可这个范德兰是大为恼火，第2年就带着2艘船和所有军官返回了巴达维亚，其余的船呢也大都被分派到了别的地方，只给大员留下了4艘船和不到600名士兵，连个军官也没有。到这时候啊，荷兰方面在大员的总兵力是1500人。荷兰人在大员的兵力虽不多，却有一套堪称完美的防御体系。沧海桑田呢，从今天台南的卫星图上，咱们已经很难看到当年古战场的样子。但是啊，好在这个荷兰人当时啊绘制了这里的地图，我们得以借之一窥原貌。300年前呢，在今天台南的西边有一个西湖，称为台江内海，简称呢台江，也就是俗称大圆湾。台江内海啊，是由一堆离岸沙洲围成，其中最大的2个沙洲是北蟹尾岛和大圆岛。大圆岛啊，最早称为大昆参，昆是大鱼，大昆参的意思就露出水面的鱼背呗。从大昆参往南有7个小岛相连，依次称为什么大昆参、2昆参、3昆参、4昆参、5昆参、6昆参、7昆参。这7个小岛啊，在落潮的时候是连成一片，涨潮的时候又分开，状如串联的这个珍珠。后来啊，随着个泥沙增多，7个小岛终于是连成了一片，就用大昆参代指它这整个岛屿，也就是大圆岛。荷兰的殖民者最早在这里建立的据点是热兰遮城，汉人又称它为台湾城。当时的台湾城位于大昆参的中心位置，扼守大圆水道，3面环水，是易守难攻。随后啊，荷兰人又在台湾城以东的陆地建了普罗文遮城，汉人称它为赤坎城。赤坎城与内陆是交通方便，是人员物资的集散地。建立在孤岛上的台湾城的物资也需要由赤坎城提供。荷兰人修建赤坎城啊，主要是从商业价值考虑，而台湾城则是军事需要。那怎么样？挺难搞吧？船坚炮利，易守难攻，郑成功就看你怎么办了。